看着镜中自己成熟的身材，女孩这才意识到父母已经过世10年，跟外公相依为命的日子也足足有了10年之久。然而她依然习惯每天给父母的房间插花，空气需要置换，桌椅也要摆放整齐，甚至父母遗像旁边的花瓶也必须与相框并排，以便他们随时欣赏，仿佛父母从未在战场上失去性命。这天是母亲的50岁生日，安娜又去了墓地，然后从墓地摘回一些好看的野花。回家时却在门口看见2名德军刚刚从家里出来，于是赶紧询问门口的外公，可外公却说德军只是看了一下房子，也没有其他什么表示。他倒是对安娜的花束更感兴趣。C'est gentil de bouquet. C'est pour maman, elle aurait 50 ans aujourd'hui. 然而因为安娜提到妈妈，外公又开始有些忧伤。等安娜回到客厅吃早餐，广播正在播放德军在法国节节胜利，他立马愤怒地关掉了收音机，只因为安娜是法国人。现在德军已经占领他们的城市，由于早餐没有糖，安娜只能用一些捡来的葡萄代替。在物资紧缺的2战期间，外公已经觉得十分知足。德军突然又来了，安娜打开大门，外公则从小门出去应付。德军亮出征用令，原来他们要征用一间卧室给自己上级。外公不想多事，让安娜带领2名德军上楼。德军在楼上看了一圈，他们就只看上安娜父母的卧室，因为这间卧室温馨又整洁。Celle-ci sera très bien. Pardon. 安娜敢怒不敢言，等德军下楼，她只能生气地站在原地。仅过一会，德军就把军官的行李搬上楼，还对安娜和外公提出更过分的要求。他要安娜为军官准备浴巾，还要插一束欢迎的鲜花，这让安娜气得咬牙切齿。等德军一走，安娜就愤怒地将父母的衣服搬离卧室。天黑以后，安娜终于把东西搬完。外公为了让安娜缓解情绪，他让安娜弹一首舒缓的钢琴曲，而安娜是钢琴老师，弹起来自然轻车路熟。琴声飞到门外，一辆军车正好缓缓驶进安娜的院子，也因为军官动作舒缓，再加上琴声掩盖，安娜和外公都没有注意到军官的到来。而军官走到安娜的门口，也被琴声吸引放慢了脚步。他不忍心打扰主人弹琴，于是自己打开了木门。只是当他看见安娜的脸，已经被琴声和面前的女孩深深吸引。安娜不一样，她有些愤怒，也有些惊慌，但却只能把强装平静的脸侧过一边。没想到军官却对安娜和外公行礼，然后他向主人道歉。Mademoiselle, Monsieur, je suis désolé. Ma présence ici, naturellement nécessaire. J'aurais évité si cela était possible. 随后，军官请求安娜带领自己找到房间，不能抗拒的安娜只能起身，没有语言。而军官上楼前，还要对着外公脱帽行军礼。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uit. 来到父母的卧室，安娜依然处着不愿说话，而军官里里外外看了一遍。他告诉安娜自己对这间卧室很满意。Cette chambre est parfaite. Je vous remercie, mademoiselle. 可安娜此时已经摔门走人，来到楼下，还把那束欢迎的鲜花扔进火炉。第二天一早，安娜要出门上课和购买食物，军官也正巧出门。他很有礼貌地对着安娜爷孙行了军礼，然后把安娜的房子赞美了一番。J'aimerais que la vôtre eût été aussi bonne. Le maire de votre ville m'avait dit que je demeurerais dans un château. J'imaginais une grande bâtisse. Et je ne suis pas déçu du tout. Votre maison est magnifique. On sent qu'elle a une âme. Pour les repas, vous n'aurez pas à vous occuper. Je les prendrai à la commandanture. 可安娜和外公的心里却很苦闷。安娜出去时，她假装不小心撞到军官，这是她所能表达抗议的唯一方法。等军官追出门外，安娜却是低着脑袋默默离开，没有给军官一丁点交谈的机会。堵在安娜出门的路上，邻居夫妇旁敲侧击要跟安娜打探军官的消息，安娜也只能实话实说，对方要在家里住一阵子。安娜前往学生家授课，学生住在隔壁村，距离有些遥远，在学生家里上了一节钢琴课。安娜又马不停蹄赶往表哥家里，表哥的农场有牛奶出售，这是安娜唯一能买到便宜食物的地方。晚上，安娜拿母亲的衣服出来改线，只需要稍微改短就能合身。可外公看着安娜，却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女儿。军官的开门声传来，安娜赶紧坐回缝纫机面前，她假装忙碌，不想跟军官搭话。可军官进了门，特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头发，这才开始不识趣地对着2人搭讪。他说他每天晚上10点回来，大门可以提前关上，自己从小门进出即可。等军官说完话，他明明正在期待安娜回应，可安娜却只是低头忙着。于是军官只能行礼，自己一个人上楼去了。军官走后，外公觉得这很不错，以后可以关闭大门，不跟军官相识。倔强的安娜偏不，自己家凭什么要因为别人关门？晚休前，安娜到院子排解情绪，而楼上的军官却悄悄盯着安娜。等2人四目相对，安娜随即愤怒回房。第3天，德军投放食物，安娜也骑车出门，要加入排队购买食物的人群。可安娜刚刚排好队，
却看见军官的车子从身边驶过，于是忍不住回头张望。军官显然早已注意到安娜，他再次对安娜点头行礼。就在一瞬间，安娜仿佛触电一般赶紧回头，可安娜买到了面包，单车却被偷走了。虽然安娜报警，警察显然也没有打算帮安娜破案。等安娜走路回到家，她只能用热水浸泡酸疼的脚。军官又回来了，他看见安娜泡脚，特地过来问候，可安娜却溜到客厅，假装自己正在认真看书，所以最后依然变成军官一个人自言自语。J'étais un enfant à l'autre guerre. Et tes cherches aimer ce pays. 这次军官告诉安娜，自己也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可他悲伤的陈述却未在安娜的脸上泛起涟漪，只能再次自己上楼去了。第4天，安娜步行出门上课，由于崴到了脚，只能坐在路边休息。军官的车子正巧经过，因为发现安娜，他在不远处停下了车子。Puis-je vous proposer de profiter de ma voiture? 安娜听见军官的邀请，她不卑不亢地走向军官。军官以为安娜要上车，也就礼貌地打开了车门，没想到安娜却是从他身边径直走过。尴尬的军官没有生气，他上车之后让司机缓缓跟随安娜，想再邀请安娜，然而安娜却不领情，最后他只能示意司机开走。可当军官走远，安娜却又坐在地上，开始揉她生疼的脚。今天安娜可真事事不顺，学生告诉安娜这是自己最后一节钢琴课，因为爸爸失业了。在经济崩溃的法国，安娜只能跟自己的学生告别。来到街上，安娜看见法国抵抗组织再次跟德军起冲突，也因此造成1名德军受伤。表哥开车突然经过，他示意安娜上车，于是安娜也就上了表哥的车子。她被表哥送回了家里。10点钟后，军官准时回来，他没有再跟安娜打招呼，只是默默爬上了楼梯。反倒是安娜现在对军官有些期待。没过多久，军官换了便装来找安娜，他说房间很冷，恳求安娜和外公同意自己烤火。可因为没有人开口同意，军官只能自己坐到火炉面前。他继续对安娜倾诉，自己一度以为回到温暖的家里，因为没有得到安娜回应，军官自己走到钢琴面前，轻轻触摸安娜的钢琴。安娜很紧张，因为没有钢琴，她不知道该如何养活自己和外公。好在军官并没有搞破坏，他反而诉说自己也是个音乐人，只因发生战争才被迫来到前线。他很欣赏安娜初次弹奏的曲子。说完，军官就离开了大厅。这时安娜终于明白，对方不是要烤火，而是想要跟自己说话。几天后，邻居的小孩在院子摔了一跤，而军官紧急停车，把孩子抱给了邻居夫妇。楼上目睹事情经过的安娜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军官的看法。她现在对外公说话笑容甜美，只因心里装着一个男人。由于缺少肉食，安娜去海边的公共捕鱼点捞鱼，可她支付一网的费用，却只是收获了几只小鱼仔。没想到捕鱼工却说安娜的运气不错。安娜离开捕鱼的栈道，再次看见邻居的小孩摔跤，她假装不经意询问昨天军官跟小孩说了什么，最后得知只是一句安慰的话。安娜想带小孩回家，小孩却是不肯。原来小孩的妈妈正在接待客人，不允许儿子回家。于是安娜猜出邻居一家是爱国抵抗组织的成员。晚上，安娜特意等着军官，可军官却久久不见回来。外公想休息了，为了找到继续等待的理由，安娜只好提议给外公弹奏一首钢琴曲。可军官开门的声音传来，安娜却又压抑着激动的情绪怀抱书本。今晚军官径直前来烤火，也不再征求两人的意见。他告诉安娜自己不仅喜欢大海，还喜欢海边一位慈祥的老人，还有一个默默无语的少女。安娜知道这是隐晦的表白，她没有回答，也没有再次冷眼相对。此后的日子，法国的抵抗运动愈演愈烈，街上经常浓烟滚滚，军警森严。安娜继续着她的老师生涯，然而上课时，她却是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等安娜回家，邻居特地叫住了安娜，他要送给安娜几个橘子。可安娜不知道邻居为何要对自己示好。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娜最后的一名学生突然消失，邻居也不知道他们一家去了哪里。没有学生就没有收入，安娜现在开始为填饱肚子发愁。回家的路上，安娜一直在迷雾之中抹着眼泪。正好圣诞节来了，安娜一回家，却见表哥给自己送来了一只整鸡。外公很高兴，因为他和安娜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肉食。可安娜心事重重，所以没有理会表哥。她上楼前看见一封德国的来信，端详了几秒，没有看出太多信息，于是又把信件放回了原处。晚上，安娜要像往常那样等着军官，不同的是，今晚她换了一套性感衣服。外公看见安娜显然一怔，他说他一度以为安娜是活着的女儿。军官回来时收到了那封信，他今晚没有含蓄，而是行色匆匆地跟安娜交代，自己只是回家换衣服，还要出门参加圣诞晚会。可安娜却只能继续假装自己不在乎军官。军官上楼后，外公也回房休息去了。这次只有安娜独自坐在火炉的面前，而当军官来到安娜的身后，他轻轻抚摸安娜的椅子，却不敢再多靠近安娜半寸。翻开安娜的琴盖，坐在钢琴面前，军官倾诉那天安娜弹奏巴赫的曲子，是自己最为喜欢的一首钢琴曲。此时的安娜已经动容，但她依然没有回话，而琴架面前的军官已经开始弹了起来。安娜心里很清楚，这是军官送给自己的圣诞礼物。一曲弹完，军官这次终于靠近安娜，
可他的手指最后却只是轻轻触及安娜的衣服。Je vous souhaite un bon Noël。一句温柔的节日祝福之后，军官又平静地出门去了，而安娜的内心却是波涛汹涌。军官走后，安娜自己进了军官的房间，她闻着军官的围巾，感受着军官的体味。军官的信，安娜忍不住偷看，发现这其实只是一封母亲写给儿子的普通家书而已。于是她把信件放在军官的床头柜，独自蜷缩在床上，感受着军官的体温，不知不觉中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的汽车声突然把安娜惊醒。透过窗户，安娜确认是军官回来，于是她慌忙把信件放回原处，然后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安娜想不到，她关门的气流却又把信件卷落。军官听见安娜的关门声，他想跟安娜打声招呼，却始终没有敲响安娜的房门。而当他回房捡到地上的信件，已经确认刚才是安娜来过自己的房间。第二天，安娜又去捕鱼，这次她在栈道被军官堵住，只因安娜轻轻撞开，军官却又只能温柔地给安娜让路。而安娜虽然假装冷漠，内心却是正在翻江倒海。慌乱中，她把鱼筐摔在了草地上。两人捡鱼时，军官特地摘掉手套，这次他终于触碰到了安娜的手指，整个人像是触电一般僵在原地。等安娜起身，军官也跟着抬头。而当安娜终于走远，军官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够完成对安娜的告白。安娜回到家，她被表哥尾随进入厨房，表哥送了鸡肉没有得到安娜，这次他竟然趁外公不在非礼安娜。好在紧随安娜的军官及时返回，他阻止了表哥的兽行，而安娜也得以系上了扣子。只是等军官上楼，对着回家的外公，安娜才得以发泄心里的情绪。邻居的客人被逮捕了，安娜目睹经过，她赶紧把事情告诉了邻居。当天晚上，军官告诉安娜，他有2个德国好友要来家中小住。安娜和外公也没太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到了半夜，军官一边与好友争吵，一边还把好友赶出了门外。原来他的好友羞辱法国，而军官却是完全不许，赶走了好友。军官却问不会回答自己的老人和女孩，自己不知该怎么办，才能让两边的人都觉得满意。天亮后，邻居大早上就找到安娜，女人说如果自己出事，希望安娜能够照顾自己的儿子。安娜答应了，女人大喜过望。她不知道安娜早就知晓她的身份。晚上，安娜发现有人悄悄给军官的车子安装炸药，她上楼想要告诉军官，站在军官的门前，却没有勇气敲开那扇紧闭的房门。为了军官的安全，安娜在窗台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有3个手下正在等着军官出门，安娜被他们的说话声音吵醒。为了阻止悲剧，安娜现在必须有所行动。不久后，军官准备出门，突然间客厅却传来一阵熟悉的钢琴声，这让军官停下急匆匆的脚步。等军官走到钢琴面前，看见安娜果然正在弹钢琴，只是安娜脸上的表情并未沉醉于音乐，反而显得十分的惊慌和惴惴不安。等军官想要转身离开，安娜突然定定地瞪着军官，欲言又止。这时门外的司机扭动钥匙，爆炸声随之传来。军官回头发现，安娜的表情显然是在松了一大口气，他明白安娜是用琴声救了自己。来到门外的爆炸现场，军官赶紧指示手下处理尸体。不久后，安娜和外公被警方接走，可他们刚刚出门，就看见邻居夫妇被德军逮捕。那个年幼的孩子追着军车，一路哭喊着要跟随妈妈。安娜记得自己的诺言，她让警察停车，然后把年幼的孩子抱回家里。为了救邻居夫妇，安娜第一次主动去找军官。然而军官现在显然有通敌的嫌疑，他正在接受调查，所以用眼神暗示安娜快走。安娜领会了军官的意思，她想要离开，却又忍不住回头，目送军官被军车带走，不知道对方将会遭受怎样的处罚。回到家里，安娜还在默默地流着眼泪。她和外公一直等到半夜才等回军官，可军官收拾了东西立即要走。他跟安娜和外公告别，原来他要被派往战事激烈的莫斯科前线。安娜的眼泪停不下来，知道这是永别，她追在军官的车旁跟人家告别，仅仅是再见2字，是安娜此生唯一跟军官说过的话语。而军官表情动容，显然已经知足，他没有机会停住，只能带着对安娜的眷恋，毅然奔赴遥远的莫斯科前线。